歡迎嚟到龍之城 Ljubljana， 我係你哋嘅嚮導阿瑩。喺呢4日3夜，我會帶大家漫遊斯洛文尼亞首都 Ljubljana， 爬上中世紀洞穴城堡，再深入地底探索鐘乳石奇幻世界。請大家扣好安全帶，我哋準備出發。上2集我哋留喺斯洛文尼亞阿爾卑斯山山區，今集我哋轉移陣地去到位於斯洛文尼亞中部嘅首都 Ljubljana， 係一個非常之細嘅城市，面積275平方公里，同台北市差唔多大，即係接近香港嘅大埔區加埋北區嘅面積。由 Split Union 站搭巴士去 Ljubljana 大約1個鐘頭多少少。如果大家喺 Slovenia 南部或者克羅地亞搭車去 Ljubljana， 最後一定會經過一條好短嘅隧道。一出隧道你就會見到飛龍雕像，你就知道自己已經到咗 Ljubljana 啦。嗰條隧道其實就係穿過 Ljubljana Castle 嘅小山，係成個 Ljubljana 舊城區最高嘅一點，亦都係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而 Ljubljana 嘅市徽正正就係一條企喺 Ljubljana Castle 上面嘅飛龍。飛龍係當地嘅守護神，象徵住力量同埋勇氣。而飛龍雕像就出現喺大名鼎鼎嘅龍橋。你會喺 Ljubljana 呢個地方揾到好多同龍相關嘅裝飾同埋手信，所以龍同埋城堡絕對係好有代表性，千祈唔好錯過啊！因為我哋喺 Slovenia 北邊過嚟，所以我哋冇經過龍橋同埋隧道。落車啦，我哋拖住行李去食個 brunch 先。其實 Ljubljana 有好多唔同國家嘅菜式，作為巴爾幹半島同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嘅成員，點會冇巴爾幹菜食呢？我哋去咗一間連鎖式嘅巴爾幹菜餐廳 Sarajevo 84，即係薩拉熱窩84。餐廳名84係紀念1984年喺薩拉熱窩舉辦嘅冬季奧運會，對波斯尼亞人嚟講係好值得紀念，而且係最和平同埋最光輝嘅時間。呢間餐廳就好似一個小型嘅博物館，展出當時嘅報道。不過可惜7年之後，南斯拉夫就開始爆發內戰，進入最黑暗嘅時代。記得我中學嗰陣讀 history， 一讀到南斯拉夫內戰我就好心痛啦。巴爾幹菜絕對係 meat lover 同埋超大食嘅朋友嘅最愛。巴爾幹嘅代表作一定係 Cevapi， 一種用免治碎肉做嘅肉腸，仲有洋蔥碎配菜同埋扁麵包。我哋留意到基本上每一台都會叫 Cevapi， 不過因為落緊雨有少少凍嘅關係啦，我哋想食啲暖胃嘅嘢食，點咗傳統嘅雞湯同埋牛肉湯，湯嘅肉質都係好鮮甜美味，唔出奇，因為 Slovenia 嘅肉係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地方細，運送時間短，所以好新鮮，飲2碗湯都已經好飽啦。呢一碗雞湯係我老公嘅最愛，好飲到佢同侍應講話，我哋一定會再嚟食噶。哇，終於出翻太陽啦！我哋而家行緊去我哋喺 Ljubljana 嘅 apartment， 我哋準備去 check in 啦。我哋行緊去 Ljubljana 舊城區，呢度嘅建築物同 Split 好唔同。Split 嗰種係阿爾卑斯山式嘅小木屋，而去到 Ljubljana 呢度係一個大熔爐，有意大利式文藝復興風格、巴洛克風格。又有啲布拉格同埋維也納嘅影子，點解會咁嘅呢？因為 Ljubljana 喺成為南斯拉夫嘅成員國之前，有數百年嘅時間係屬於奧地利國土，所以深受奧地利建築風格影響。而且喺1511年經歷過第一次地震之後，成個舊城區係用文藝復興風格重建，再慢慢加添巴洛克建築風格嘅元素。而喺1895年 Ljubljana 又再經歷另一次大地震啦。呢一次災後嘅重建係由3位深受維也納分離派建築風格影響嘅建築師兼城市規劃設計師 Fabiani、Plichlik 同埋 Vernick 負責。其中 Plichlik 曾經喺布拉格負責過布拉格城堡重建項目，就係因為咁 Ljubljana 集合咗好多唔同國家同埋唔同時期嘅建築風格。話咁快我哋就嚟到會住4日3夜用酒窖做主題嘅 Airbnb， 帶大家參觀一下先。我哋會喺度住4日3夜嘅。呢一間 Airbnb 嘅佈置絕對非常之特別，你會以為自己好似去咗主題樂園，同埋睇得出喺軟裝方面用咗好多心思，唔止係張床整到好似成個大酒桶咁，你會見到酒桶都可以改裝成圓形嘅酒杯架、食物架、浴室置物架同埋鏡，有創意得嚟，完全冇違和感，同埋佢哋嘅杯、毛巾都係用咗橙色，非常之統一。而且佢擺放嘅位置喺視覺方面係好對稱，完美主義者見到會好舒服。
不過呢一間 Airbnb 最大嘅問題就係冇窗冇冷氣，所以空氣唔多流通。我哋唯有開住廚房嘅抽氣扇抽氣，同埋電掣位都比較少。但係200-900蚊一晚已經包清潔費同埋稅，仲要係住喺首都同埋咁方便，都算係咁噶啦。我哋放低嘢之後就去附近行下，其實成個舊城區都係旅客商業區，基本上咧行過每一間店你都會想停低收遮，然後再入去望下啲手信。5年前我嚟到 Ljubljana， 印象最深刻就係呢一度嘅手信真係好有心思同埋好精緻。仲要好多都係出自 local 設計師嘅文青系文創產品，絕對唔係一式一樣。而呢一間白色嘅小店係我嘅最愛，建議大家咧入去行下。睇完手信，我哋就去咗食雪糕，去返我5年前食過嘅 Vigo Ice Cream。我最掛住佢哋嘅玫瑰味，係我最中意嘅口味。咁啱咧，今日有呢一隻味，實在太好啦！食下雪糕，望到對面有 Humana， 係歐洲超大規模嘅連鎖二手衫店。我上年喺葡萄牙都有行過，佢哋嘅衫咧同埋袋都幾高質噶。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呢一個袋啦，同埋呢一條半截裙，但係因為咧我屋企已經有差唔多嘅風格啦，所以我冇買到。大家嚟到歐洲記得行下呢一間二手店啊！行完二手店，我哋就去咗超市補給下，終於俾我哋咧揾到杯麵啊！其實斯洛文尼亞咧真係好少杯麵同埋即食麵，我哋即刻咧買咗2杯嚟試下。由於夜晚落雨啦，我哋就唔太想出去啊！我哋瞓咗喺酒桶入面咧，又唔想喐喎，一邊食杯麵一邊睇比賽，相信咧係呢12日裏邊咧食得最頹嘅一餐。Hello， 今日係我哋第2日咧嚟到 Ljubljana， 我哋咧今日咧就應該就會喺Ljubljana呢度自由活動啦，睇下有啲咩手信，有啲咩農產品買翻屋企。今日係星期六，會係 Ljubljana 最多人嘅一日，因為星期六最多特別嘅節目，同埋好多農夫都會出嚟擺檔啊！喺我哋住嘅 B&B 行3分鐘就有呢一個 Outdoor Central Market。作為農友嘅我，呢度咧係我嘅天堂嚟噶，我要行翻夠款先走啊！斯洛文尼亞係農產非常之豐富嘅國家，國內有近40% 嘅菜都係自己國家供應，亦都有好多務農為生嘅小農戶。而我哋香港喺2023年本地生產蔬菜供應比率佔咗全港唔夠2%。喺斯洛文尼亞呢一度買菜係用公斤，而香港普遍係用斤嘅，所以咧買菜嘅時候自己要換選一下啦。要特別留意呢一種好似紫色娃娃菜嘅叫做菊苣，其實呢一種菜咧係苦嘅，通常咧係用嚟做沙律同埋焗菜。呢度嘅菜嘅價錢普遍比香港街市買到嘅貴一半，好似脆肉瓜呢度係賣5至6歐1kg，即係25至30蚊一斤。平時咧喺香港街市賣只係10幾蚊一斤嘅咋。當然啦，品種同埋味道係有分別嘅。不過生果就好似比香港最少平一半，好似士多啤梨同埋車厘子就6至8歐左右都有1kg，即係咧唔使40蚊港紙就已經有1斤啦。喺香港買到有咁上下水準嘅進口貨，一般都超過80蚊一斤。所以咧嚟到斯洛文尼亞呢度，記得盡情食士多啤梨同埋車厘子啊！其實喺行 market 嗰個鐘，我哋已經聽到遠處有 choir 唱歌。我哋沿住歌聲向前行，見到有好多小攤檔啊！我哋發現到一間性價比極高嘅小型蜂場，大家認住呢一個蜂場嘅名啊！不過咧老細就唔俾影相，所以咧我哋唯有離遠影一影做個記錄。買蜜糖同埋蜂蜜酒一般都可以試飲嘅，口味咧當然同我哋香港食到嘅唔同啦，因為大家嘅氣候唔同，植物同埋花蜜都有分別噶。香港咧成日都聽到荔枝蜜、龍眼蜜，而呢度咧就有椴樹蜜 （Linden Honey）、栗子蜜 （Cheese Honey） 等等，真係第一次聽。而呢一個蜂場嘅蜂蜜酒好啱我哋嘅口味，蜂蜜咧同埋酒味 blend 得好自然，飲落去好舒服。250 ml 7歐。我哋另外買咗4樽250g嘅蜂蜜，
中意清新平易近人嘅口味可以揀椴樹蜜 Linden Honey， 中意濃郁嘅可以揀 Forest Honey， 同埋輕微回甘嘅栗子蜜 Cheese Honey， 一樽大約6歐左右。終於買到蜂蜜酒同蜂蜜啦，任務完成。我哋咧而家就行去 Indoor Central Market 附近食 brunch。呢個咧 Indoor Central Market 係我最中意嘅建築物。你以為呢個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嘅建築物有過百年嘅歷史？其實唔係。Central Market 係出自設計布拉格城堡嗰一位建築大師 Plichlik 嘅手筆，係佢1940年代嘅項目。你會留意到咧，佢設計呢一個建築物嘅時候，盡量保留翻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令到呢一個建築物可以融入舊城嘅古典美，完全冇任何嘅違和感。入夜之後，呢個 Central Market 仲要係好浪漫添啊！Slovenia 嘅傳統菜除咗巴爾幹菜之外，仲有 dumpling。我哋去咗一間專賣 dumpling 嘅小店，咪住先，明明係瑞士卷嚟嘅，邊似餃子啊 ？Slovenia 嘅 dumpling 就係好似一個卷，用麵皮將餡捲埋一齊變成嘅菜。傳統版本咧係鹹嘅，會有好多芝士同埋乳酪。不過咧而家都有個甜嘅版本，我哋咧叫咗檸檬味同埋蔬菜味，4.8歐各一，又飽又好食。食飽之後咧，我哋就周圍行啦。今日嘅天氣咧好過琴日好多啊！我哋可以慢慢咁樣欣賞呢個城市嘅美景。哇！晏晝出太陽啊！你睇下天氣好好啊！而家喺市中心入面，每150米內就會見到一排6個智能地埋式垃圾桶，細分為5個唔同嘅種類，分別係玻璃、紙、包裝類、有機垃圾同其他垃圾。呢啲地埋式垃圾桶其實內有乾坤㗎，平時見到嘅只係垃圾桶入口，地下其實放置咗超大嘅垃圾儲存箱，大大減少咗異味嘅影響。每當工人佢收垃圾嘅時候，就會用貨車吊臂拎起地底入邊嘅儲存箱。用有機垃圾同埋其他垃圾桶係要收費㗎，居民呢需要拍卡先至可以打開垃圾蓋。嗰張專用卡記錄咗抌垃圾嘅次數同埋重量，垃圾回收商就會按翻使用量收費。呢個就係佢哋嘅垃圾徵費方式。我哋而家咧去緊 Ljubljana 嘅最大嘅中央公園啦。咁我哋中途咧就去咗人哋 Ljubljana 嘅大學區啊，踩咗去人哋個 faculty 啊。我哋準備去 Ljubljana 市中心最大嘅公園 Tivoli Park， 主要咧係為咗公園入邊連當地人都話隱世又好抵食嘅餐廳。我第一眼咧以為自己咧翻咗去阿爾卑斯山山區，點解公園入邊會有座咁傳統嘅木屋呢？呢一間木屋叫做 Swiss House， 19世紀初興建，原本係捷克軍官嘅避暑別墅，用咗瑞士木屋風格興建，後期變咗做一間 guest house， 成為文化活動同埋社交嘅聖地。喺20年代初期成為咗一間酒店，就係而家咁嘅樣噶啦。再慢慢咁樣變成當地藝術家嘅住所，演變到而家成為藝術家嘅 studio、藝術中心。當未有展覽嘅時候，就會係餐廳，怪唔得知咁大啦。呢一間餐廳嘅嘢食絕對係平絕成個 Ljubljana。呢一碗椰菜花湯4.5歐，蘋果餡餅4.8歐，每一樣嘢都係40蚊港紙左右咋。喺香港食絕對係 double 價錢，仲要加一添啊！怪唔知得呢間餐廳連當地人都話好抵食啦。如果大家唔介意行遠少少，我極力推介呢一度啊！無論係環境、食物質素，定係食物嘅 presentation， 都係一流噶。我哋準備行翻去舊城區，趕喺日落之前上 Ljubljana Castle， 上到去可以望晒成個 Ljubljana 嘅舊城。如果搭啱啱咧上山個 escalator 咧就要俾6歐啦，來回加埋12歐。咁其實仲有一個更加 affordable 嘅選擇，就係行上山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行緊上去啦。好啦，我哋行完斜路之後咧，我哋仲要行橋嘅，先至可以去到咧 Ljubljana Castle 啊！好啦，我哋而家咧去咗 Ljubljana Castle 嘅外圍嘅另外一邊啊！呢一邊咧望出去個 view 咧更加好睇，可以望到成個 Old Town。
呢個 Ljubljana Castle 中世紀嘅時候已經喺度噶啦，由奧地利王朝興建嘅。不過嗰城堡咧唔係而家咁嘅樣，當時係非常之簡陋。喺呢幾百年曾經做過堡壘，用嚟抵抗鄂圖曼帝國嘅入侵同埋農民起義，又做過醫院、監獄，去到1969年先開始重建，用咗半個世紀，直到2019年先完成晒，就變成而家咁嘅樣啦。因為唔夠時間，所以我哋冇時間入去參觀。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下呢一篇報道，入邊有好多嘅設計圖噶。行完我哋就翻去 Airbnb， 用翻今次喺 Central Market 買嘅菜煮晚飯。冇錯啊，我哋咧就用咗呢一隻紫色嘅苦菜煮嘢食。我哋唔係焗啦，亦都唔係做沙律，係用咗嚟煲雜菜湯，變咗咧成碗湯都係苦噶。唉，今日係我哋咧第7日喺 Slovenia， 亦都係我哋第3日咧喺 Ljubljana。我哋而家咧就準備去搭車去睇鐘乳石洞啊，好期待啊！呢個亦都係我哋成個 trip 裏邊其中一個重點嘅行程。我哋今次個 day trip 係去洞穴探險，包括鐘乳石溶洞 Postojna Cave、洞穴城堡 Pajama Castle， 都係喺 TripAdvisor 呢度報名，人均大約840蚊港紙左右，包埋入場費同埋導遊車費。去 Postojna 大概1個鐘車程，中途導遊咧帶我哋去欣賞一個好特別嘅石灰岩地貌。我哋好快又上返車啦，準備去第一個景點洞穴城堡 Pajama Castle。喺出邊睇呢一個中世紀已經存在嘅城堡，真係超有氣勢啊！好嘢，我哋準備入去 Castle 啦！但係點解個城堡要起喺個又凹又濕嘅洞穴入口呢？就係為咗防禦同埋補給。喺15世紀，呢一座城堡曾經住咗一位好似羅賓漢嘅主人，佢係一位騎士。當時咧佢得罪咗奧地利王朝，宮廷咧就派人殺佢，因為城堡嘅防禦實太強啦，點樣攻都攻唔到入去。於是士兵咧就包圍住個城堡，諗住嗰一位騎士因為冇辦法出去補給而喺城堡度餓死。點知騎士一直都有供應不絕嘅食物，原來騎士就係沿住城堡入邊嘅天然洞穴同埋通道，通往幾公里以外嘅村落去補給食物。士兵後期收買咗一個僕人，先知原來城堡內有乾坤。後尾仲發現原來成個城堡最脆弱嘅地方就係天台上面突出嚟嘅茅廁，所以士兵呢就對住嗰度攻擊，騎士呢就活生生被壓死咗啦。唉，去個廁所啫，咁就俾人搞掂咗，真係好慘啊！其實呢一個城堡一啲都唔華麗噶，仲要呢又濕又噏。喺咁重濕氣嘅地方，其實一啲都唔好住。不過為咗保命，冇辦法啦。我哋爬上城堡最高嘅地方，只係見到石頭階梯可以通往冇盡頭嘅洞穴。哇，真係好壯觀啊！我個人咧本身咧其實唔多中意睇建築物噶，但係呢一個城堡咧真係好值得參觀。1個半鐘咧其實睇唔晒，尤其喺城堡最高呢一個位，我真係好想留耐啲，可以再睇多啲細節。一個同天然溶洞融合嘅建築真係型到唔講得笑噶。連成龍喺80年代都喺呢度取過景拍戲噶。你哋衝翻落山上車，準備去另一個景點，就係我最期待嘅 Postojna Cave。終於到咗啦！不過導遊咧提我哋咧一定要帶埋長袖外套入去，因為洞穴咧係地底100幾米噶，會好凍噶。喺 Postojna Cave 呢度咧，成日咧都會見到呢個圖案嘅小動物噶。
佢其實咧係叫做洞螈，喺地底生活嘅脊椎動物，冇眼啦，冇耳啦，得手同埋腳，通常咧都會喺洞穴見到佢。當地人咧會叫佢做 Baby Dragon， 我個人咧就有啲驚驚地咯，我真係唔係太想見到佢啊！我哋而家咧坐咗喺架黃色嘅車仔上面啦，我哋咧準備咧入去 cave 做探險啦。Postojna Cave 全長24公里，不過得5公里開放俾遊客參觀。我哋坐小火車深入115米嘅地底，路軌全長3.5公里。搭車嘅時候，你係唔覺得咧自己落緊地底，其實係慢慢咁樣斜落去。我哋而家坐咗架車上面啦，哇！滴水嘅陰公。我哋都坐咗接近10分鐘嘅，絕對唔係揸流灘㗎。好啦，落車啦！哇，呢一個位咧真係好似入咗魔幻世界咁。剩低個1.5公里就係由響度帶我哋慢慢行，慢慢欣賞呢個咁奇妙美麗嘅大自然景觀。成個通道咧都係好易行啦，同埋好 friendly 嘅，就算行動不便或者要坐輪椅嘅朋友仔都可以入嚟參觀噶。唔好以為咧呢個 Postojna Cave 咧只係用嚟觀光，斯洛文尼亞人係好識得利用天然資源。喺洞穴聽音樂會，你試過未？打波或者開 conference？好啦，我哋而家咧啱啱就由呢個洞咧出翻嚟啊！我想講咧入邊咧真係好凍，我真係結晒冰啦就嚟，好後悔咧點解我冇着羽絨，我只係着咗我一件外套。但係咧，我覺得成個旅程都係好值得嘅，亦都比我想象中長啦。不過 total 就用咗1個半鐘嘅時間，即係絕對唔係 hea 噶。呢一個 trip 咧，我想講係非常之豐富。今次呢個洞穴 day tour 真係精彩到爆分啊！大家去斯洛文尼亞旅行，記得要去睇歎為觀止嘅洞穴啊！無論係 Predjama Castle 定係 Postojna Cave 都要去啊！我哋咧搭咗1個鐘頭車翻去 Ljubljana， 差唔多天黑嘅時候，我哋就去咗一間房東極力推介波斯尼亞餐廳。喺我哋咧 Airbnb 對面嘅一條河，呢間餐廳其實就係薩拉熱窩老街區嘅名。入到去咧好有 feel 啊！點解斯洛文尼亞每一間餐廳嘅佈置都係咁有氛圍感嘅呢？我極力推介佢嘅 Bosnian Plates for 2 persons， 咩都有，可以試少少。上菜啦，真係勁香啊！呢個 Bosnian Plates 主要有8樣嘢，包括之前提過嘅 Cevapi 用免治碎肉做嘅肉腸，仲有土耳其式發酵乾身嘅香腸、牛肉串、雞腿肉、焗薯、洋蔥碎、扁麵包、
同埋點少得巴爾幹菜名物，口感好似 cream cheese 嘅新鮮乳製品。我哋即刻試下先。我而家咧就試緊隻雞肉啦，其實我唔係好中意食雞嘅，但啱啱食第一啖好嫩口，好好味。同前幾日食嗰間巴爾幹菜薩拉爾窩84相比，我會比喻薩拉爾窩84就好似打工仔嘅飯堂，即係平時咧我哋返工啊放 lunch 都會食嘅地方，點樣食咧都唔會覺得肉赤。而我哋而家食緊嘅呢一間嘅價錢咧就偏向中上，係精緻版嘅巴爾幹菜，所以兩間都係各有千秋。今次咧 Ljubljana 之旅一洗我對巴爾幹菜固有嘅印象，就係好燶啦，同埋乾真真。原來巴爾幹菜係可以咁 juicy 同埋咁好味㗎。食完晚飯，我哋就行返去 Airbnb。夜晚嘅 Ljubljana 真係好熱鬧。哇 ！Central Market 附近呢度咁多人啊！哦，原來係睇緊足球比賽啊！喺 Ljubljana 呢3日瘋狂買農產品，係咁食好嘢，同埋洞穴探險，完全係大滿足。係時候計下數先，12日蜜月人均開支預算2萬蚊，扣除機票錢同埋保險，每人每日花費唔可以超過1106蚊。我哋喺 Ljubljana 過咗3晚，人均消費975蚊，比頭4晚平均每日使多咗少少，但係都係消費上限之內。下一集我哋去到斯洛文尼亞西南部，好有意式風情嘅小鎮皮蘭。一齊輕輕鬆鬆擁抱地中海，Ciao！